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平之，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您这会儿手边有没有现金？不是手机里的数字，是真真正正摸得着、看得见的纸币，特别是美金。您是不是觉得钱嘛，只要不丢不烧，放在家里保险柜、床头暗格，或者就书本里夹着，它就永远值那个价？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可能让您后背发凉、手心冒汗的消息。您辛辛苦苦攒下、藏在家里的那些美金现金，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变成一堆连银行柜台都不收的废纸。这话绝对不是吓唬人。如果您不想自己半辈子的积蓄、为儿女存的教育基金，或者准备养老的压箱底钱，一夜之间变成一堆印着图案的废纸片，那今天的节目您一定要稳稳当当的看完，一字不漏的听进去，因为这关乎的不是别的，是您和您家人真金白银的血汗钱，是您晚年安稳的保障，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天大的事。在咱们开始今天这场关乎钱包的紧急对话之前，林平之想请大家动动您温暖的手，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或者在评论区敲上守护钱财4个字。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在提醒更多还蒙在鼓里的亲朋好友。如果您是的一次刷到岁月安心站，觉得林平之讲的话实在在理，那请您一定点个订阅。我们这个频道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用最直白的大实话，帮咱们中老年朋友看紧钱袋子，守住健康，过好安稳日子。好了，咱们闲话少说，直奔主题。不知道大家生活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听身边的老伙计、老姐妹抱怨过，辛辛苦苦在美国打拼几十年，习惯了把赚来的美金现金一部分存银行，另一部分呢，总觉得放在自己眼皮底下更踏实。可能是早年不太信任银行体系，也可能是为了方便，或者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习惯，家里多多少少都藏着一笔美金现钞，有的塞在床垫底下，有的放在大衣柜的旧棉袄口袋里，有的甚至用塑料布层层包好，藏在厨房碗柜的暗格里。这些钱可能是准备给儿子买房的首付，可能是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也可能是给自己留的最后的救命钱。您以为他们安全无比，万无一失，比任何股票、基金都实在，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正在悄悄逼近的残酷现实。您藏的这些美金，如果不是特定的版本，到了2026年，很可能就真的成了一堆收藏品，再也无法走进任何一家银行、任何一家商店，换不回您需要的药品、食物，或者一张回家的机票。这不是我危言耸听，这是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正在进行的一场无声无息的货币大升级，而很多还沉浸在现金为王旧观念里的华人家庭，正面临着资产瞬间缩水，甚至归零的巨大风险。您可能会说，你这话太夸张了，美金是全世界都认的硬通货，我这张100元的绿钞20年前能买一车菜，现在照样能花出去。是，您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关键不在于它是不是美金，而在于它是哪一年版的美金。这就像您家里的电视机，20年前的大屁股彩电它也叫电视机，但现在还有信号能接收吗？还能看高清节目吗？一个道理，货币也在更新换代，老旧版本设计存在缺陷，容易被伪造的版本会被中央银行系统性的回收和淘汰，直至停止其法定货币的地位。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你想啊，为什么每隔些年头，美国政府就要推出新设计的美钞，从颜色、防伪线、肖像到安全图案，一次次的改版升级，首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击越来越猖獗的假币制造。那些老旧版本的钞票，防伪技术落后，成了造假者的最爱。为了维护整个美元体系的信誉和安全，美联储和财政部就必须让这些老弱病残的旧钞退出流通舞台。这个过程是静悄悄的，是有时间表的，但也是最无情的。时间一到，大门关上，您手里的旧钞就真的成了历史的纪念，再也无法行使它最根本的购买功能。那么，到底是哪3种美金正站在沦为废纸的悬崖边上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指出来，您可要听仔细了，听完最好马上起身，去把家里藏的现金都翻出来，一张一张的对号入座，这关乎的可能是几万、10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切身利益。第一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所有1996年以前印刷的小头像版本的美金100元大钞，请大家立刻回忆，您家里有没有那种颜色比较暗，正面富兰克林头像比较小，整体设计看起来比较古朴的100美元？这种钞票在1996年之后就被大幅改版了，头像变大，增加了更多的防伪特征。为什么它最先遭殃？
因为它的防伪技术实在太落后了，没有变色油墨，没有 3D 安全带，没有水印清晰的人像，造假成本极低。在全球范围内，这种老版100元假钞的流通量相当惊人。为了从根本上铲除这个假钞温床，金融当局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国家的银行和兑换点现在已经对这类钞票非常警惕，收取的手续费高昂，甚至直接拒收。到了2026年这个设定的最终节点，在美国本土的银行柜台，它都很可能无法再存入您的账户，更别提在其他国家使用了。您想想，如果您手里攥着一沓这样的古董，到时候岂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种需要极度警惕，2003年之前印刷的没有明显彩色底纹的50元和20元美金，别以为只有100元是目标，20元和50元因为面额适中，流通更广，造假也同样泛滥。在2003年之后，美国推出了新系列钞票，最大的特点就是加入了淡淡的背景色彩，比如20元的桃红色，50元的蓝色。这个彩色底纹是一项重要的防伪技术，而那些2003年之前印刷的，全身上下主要是绿色和黑色的老版20和50元，其防伪等级已经落后，它们正在被加速回收。很多银行内部已经接到非正式的通知，在清点存款时会对这些旧版钞票进行特别标注和严格审查。等到官方正式截止日期一到，他们的命运将和的一种老版100元钞一样。您可能觉得20、50面额小，损失不大，但架不住数量多啊。很多家庭藏的现金，正是这种面额的中坚力量，加起来的总额可能远超您的想象。第三种，容易被忽略的坑，严重破损、污损或被私自涂写过的任何面额美金。这一点尤其要提醒咱们节俭惯了的中老年朋友，咱们总觉得钱嘛，有点旧，有点破，甚至胶带粘一粘，只要不缺角，银行总得认吧。大错特错，美联储对于流通中钞票的适宜性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果钞票撕裂严重，有大量污渍，比如霉点、油污，或者用透明胶带胡乱粘贴，银行柜员有权当场认定其为不宜流通钞票并予以没收。您只能拿到一张回执，而钱本身会被直接销毁。这意味着您不仅损失了这张钞票，而且连兑换成新钞的机会都没有。很多朋友把现金藏在潮湿的地方，或者用报纸、普通塑料袋包裹，多年后拿出来一看，早已发霉粘连，悔之晚矣。这种损失完全是可以通过妥善保管避免的。那么，为什么银行和货币当局要如此不近人情，非要淘汰这些旧钞呢？根本原因有2个，给您掰开揉碎了讲。第一个原因，就像前面说的，是为了金融安全，打击假币。假币不仅损害国家经济，更直接损害我们每一个持币人的利益。您收到一张假100元，您的损失就是实实在在的100元。淘汰防伪落后的旧版，就是从源头上压缩假币的生存空间，保护的是咱们所有人的钱包。第二个更深层、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推动货币的数字化管理和反洗钱、反偷税漏税。这一点您可能感觉不到，但它影响巨大。旧版现金，尤其是大面额的旧版现金，由于其匿名性和难以追踪的特点，一直是地下经济、非法交易和偷漏税行为的最爱。国家通过设定旧钞兑换期限，实际上是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现金大体检，敦促所有持有者在规定时间内将旧钞通过正规银行渠道兑换或存入账户。这样一来，这些原本隐身的财富就进入了金融监测系统的视野，这对于维护健康的金融环境是必要的。但对于那些不知情或者信息滞后，仍大量持有旧版现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记闷棍。如果您错过了兑换期，您的这笔财富就等于从官方体系里蒸发了，再也无法合法的使用其购买力。这不仅仅是钱旧了换新那么简单，这是您的财产从有价变为无价，字面意思的没有价值的关键转折点。想想看，您攒这些钱多么不容易，可能是餐馆里一天站10几个小时端盘子攒的，可能是装修队里一砖一瓦辛苦挣的，可能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如果因为不了解这个信息而让它化为乌有，那该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情。听到这里，您心里肯定开始发慌了，手心也开始冒汗了。别急，我不会只吓唬您不给解决办法。接下来我就手把手的教您怎么给自己的家庭财富做一次紧急体检和安全转移。您只要跟着我的步骤做，就能稳稳地避开这个大坑。第一步，立刻马上进行家庭现金大搜查。请您看完这个视频，第一时间就和家人一起把家里所有可能藏现金的地方
彻底翻查一遍，床垫下、衣柜顶、旧书里，甚至是您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墙缝暗格。不要怕麻烦，这比以后钱变废纸的麻烦小10000倍。把找到的所有美金现金，一张不落，全部集中到一张干净的桌子上。第二步，学会望闻问切，识别高危钞票，把集中起来的钞票按照面额分开。然后，您需要一双慧眼来识别。我教您几个最简单的办法：看肖像，拿起$100，看富兰克林的头像，如果头像很小，只占票面左边一小块，且整体颜色偏暗绿，那基本就是1996年前的高危款。新版头像很大，几乎顶到边框。找色彩，拿起$20和$50，对着光轻轻转动，看看除了主要的绿黑色，背景里有没有淡淡的桃红色$20或蓝色$50。如果完全没有，是一片素净的绿黑色，那很可能就是2003年前的版本，需要警惕。扎品箱，仔细检查每一张钞票，有没有严重的撕裂，尤其是中间部位，有没有大块的洗不掉的污渍，特别是发霉的绿点，有没有被用笔写过字、画过记号，有没有用透明胶带粘的歪七扭八。如果有，这张钱就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状态，银行可能随时拒收。第三步，制定现金处理黄金策略。把钞票分好类之后，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策略核心是尽快、安全、合法的将这些旧版现金转化为受保护的资产形式。对于识别出的高危旧版钞，1996年前100元，2003年前彩色版20、50元，不要犹豫，在2026年之前，尽快前往您常用的、信誉好的银行柜台办理存入或兑换。注意，是柜台，不是 ATM 机。ATM 机对钞票的品项和版本识别更严格，很容易吞卡吞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直接去柜台，告诉柜员您要存入这些现金。如果金额较大，比如超过$10,000，按照美国法律，银行会填写一份现金交易报告，这是正常流程，您不必紧张，如实说明是家庭积蓄即可。这是将隐身资产合法化的最重要一步。对于严重破损污损的钞票，同样直接去银行柜台，态度要好，向柜员说明情况，询问是否可以兑换。即使银行最终决定没收销毁，你也拿到了官方凭证，总比烂在家里强。这也提醒我们，现金必须妥善保管，最好使用专用的钱币收藏袋或防潮箱，存放在干燥阴凉处。对于较新版本、品相良好的钞票，你有2个选择：一是同样存入银行，享受存款保险的保护；二是如果确实需要保留部分现金以备急用，也请务必将其换成最新版的钞票，比如2013年后发行的带有 3D 安全带和变色大宗的100元钞。您可以趁去银行存钱的时候顺便提出兑换要求。第四步，改变观念，升级您的财富守护思维。处理完眼前的危机，我们还要想得更远。在这个数字时代，单纯把大量现金藏在家里，风险越来越高。除了版本过时，还有火灾、盗窃、重铸、遗忘等风险。给大家几个更安全的思路。银行账户是根基，一定要有一个正规的美国银行账户，不要把银行想象成吞钱的地方，它是您财富的安全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为每个账户提供最高$25万的保险，这是国家信用担保，比您家床垫安全10000倍。分散存放，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急的少量现金可以存放，但大额积蓄建议可以分散为一部分银行储蓄，一部分购买美国国债几乎无风险，一部分用于可靠的退休金计划如 IRA、401k， 甚至一部分可以咨询专业人士进行非常保守的理财。目的不是赚大钱，而是跑赢通胀，确保安全。告知家人，您的财富布局一定要让信得过的配偶或子女知晓，避免发生意外时，家人根本不知道这些隐藏资产的存在，造成永久的损失。除了这3种具体的钞票，还要提醒大家几个相关的衍生风险，同样需要瞪大眼睛。第一，处理旧版外币如旧加元、澳元等务必通过银行或官方授权的大型机构，切勿因方便选择街头兑换店，以免遭遇压价或假钞调包。第二，警惕高价收购旧版钞骗局，市场上或有人利用您急于变现的心理，以收藏为名行骗，最终可能导致财物被骗或被抢。请牢记，银行才是按面值足额兑换合法货币的最安全渠道。第三，请务必与父母长辈耐心沟通，他们往往更习惯持有现金且信息更新较慢，建议您主动协助清理和兑换，避免因沟通不足导致家庭财富损失。
这份实际行动正是对他们最好的关爱。朋友们，过去长钱的观念在当今复杂的金融体系中已不合时宜。我们华人勤劳节俭，擅长积累财富，也更需要学会智慧地守护财富。当前的旧钞淘汰行动虽非针对华人，但因一些传统习惯，我们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群体。这就像一场无形的金融风暴，正悄然影响那些未做准备的人。我们绝不能让自己与家人的血汗钱在这场变化中默默蒸发。看完视频后，请务必立即行动。建议您今天或明天就对家中现金进行一次全面排查。若步骤复杂，可保存视频对照操作，或请子女协助整理。这并非丢人之事，而是对家庭资产应有的负责态度。作为岁月安心站的朋友，我们都是家庭的主心骨，守护好自己的财富，就是为家人留下更多底气。让我们从今天起，成为家庭的财富安全官，主动清理可能贬值的旧钞隐患，让积蓄真正成为晚年生活的坚实保障。如果您觉得林平之这番话确实给您提了个大醒，可能为您避免了巨大的损失，那么请您务必点赞、订阅，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每一个您关心的家人群、老乡群、朋友群。您的一次转发，可能就避免了一个家庭的财务危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守护财富，功德无量。若您在兑换旧钞或辨别版本时遇到问题，欢迎留言询问。岁月安心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互相支持，一起走向更安心、富足的晚年。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林平之，愿我们所有人的财富都安稳，日子都踏实。咱们下期再见。